2016年6月15日，巴黎。活动的灯光还没完全熄灭，赵今麦已经出发了。不是去参加派对，不是去探索塞纳河边的夜景，而是直接回国。就在那几个小时里，他消失了。没有多余的行程，没有延误，没有解释，只有一张机票和一个让所有人都开始猜测的问题：他为什么这么急着回来？说到赵今麦，你可能第一反应是那个在荧幕上眼神里藏着故事的女孩。她出道的时候还不到20岁，但那种沉稳，那种把情绪藏在细节里的能力，让很多资深演员都刮目相看。你们知道吗？在娱乐圈，很多年轻艺人出国参加活动，往往会顺道安排一段与 quote 休假行程与 quote， 毕竟难得出去一趟，不玩一玩怎么对得起自己？但赵今麦不是这样的人，他的航程表从来都不留空白，每一天都是满满当当的拍戏、拍广告、赶通告、见品牌方。用他身边工作人员的话来说，这个女孩的职业自律让很多前辈都自愧不如。所以当她出现在巴黎的时候，粉丝们是开心的。终于看到她出现在国际舞台上，优雅、从容，每一个镜头都那么有质感。但没有人预料到，活动一结束，她就走了，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。这件事情就这样在网上炸开了，评论区开始沸腾。有人说与 quote 他肯定是有工作要赶，与 quote 有人说与 quote 赵今麦一向这样职业的不像话，与 quote 但还有另一群人，数量不少，声音也不小，他们说了一个名字：宋威龙。如果你关注过这两个人的互动，你就会懂那种感觉。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默契，不是那种表演出来的配合，而是那种眼神对上了，笑意就来了的那种。粉丝把他们称为与 quote 天造地设，与 quote 把他们的每一次同框截图都存了下来，把每一个细节都放大了研究。所以这一次，当赵今麦从巴黎飞速回国，这群人的脑洞就开始转了。与 quote 他是不是想回去见他？与 quote 宋威龙最近在国内开始新项目了，赵今麦这个时间节点回来，不会是巧合吧？与 quote 巴黎多浪漫，他不留下来，说明他心里有更重要的事。与 quote 说真的，这些猜测没有任何实质证据，但你也没办法完全否定，因为情感这种东西本来就不会摆在台面上让你看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个故事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他的故事。我们来说说那些与 quote 理性派与 quote 的声音。他们拿出了赵今麦的行程记录。巴黎活动结束后不到72小时，他在国内有一个重要的拍摄项目要开机。这不是小事，是整个剧组在等他。几十个工作人员，几百万的预算，你能让这些人都等着你在巴黎多玩2天吗？当然不能。而且了解赵今麦的人都知道，他对与 quote 迟到与 quote 这件事有近乎偏执的厌恶。据说他每次拍戏都比规定时间早到半小时，剧本里每一页都有他手写的批注。这样的人会为了情感的事情耽误工作，概率很低。但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，因为就算一切都能用工作来解释，那些粉丝心里的那团火还是不会熄灭。他们说与 quote 我们不是在说他做错了什么，我们只是觉得他和宋威龙之间有些什么。与 quote 评论区告诉我，你们站哪边？是相信他纯粹是为了工作急着回来，还是觉得这背后还有别的故事？说到现在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关于赵今麦和宋威龙没有任何官方确认，他们没有公开过任何亲密关系，经纪公司也没有回应任何传言，这是事实。但娱乐圈有一种东西比事实更有力量，那就是与 quote 感觉与 quote 粉丝的感觉往往比任何公告都来得早。在很多对现在已经公开的明星情侣身上，回头看，粉丝其实早就察觉到了什么，只是当时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是在做梦。赵今麦这次从巴黎急速归来，给了大家一个空白，而人类面对空白，本能就是去填满它。
有人填进去的是工作，有人填进去的是情感，有人填进去的是对一个年轻女孩人生故事的无限想象。这3种答案可能都有一点对。你知道吗？赵今麦最让人着迷的地方，从来不是她有多漂亮，也不是她演技有多好，虽然这2点她都做到了，而是她身上那种与 quote 你永远猜不透她在想什么与 quote 的气质。她给你看她想给你看的，其他的她收得很好。这样的人，在这个所有人都恨不得把自己的生活晒到网上的时代，反而显得珍贵。她的回国是因为工作，还是因为心里住着一个人？我们不知道。但有时候，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答案本身，而是一个人最终做出的选择。巴黎是无数人向往的地方，那里有世界顶级的时尚资源，有耀眼的聚光灯，有来自全球的关注与掌声。对于很多年轻演员来说，能够站在那里，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认可，一种身份的提升。尤其是在事业上升期，任何一次国际曝光都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筹码。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赵今麦会继续停留在那个浪漫而璀璨的城市时，她却选择了回国。这个决定也许看起来平常，却恰恰最值得玩味。因为成年人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奔赴一个地方，他明明可以多待几天，参加更多活动，享受更多关注，他也完全有理由沉浸在巴黎的鲜花、掌声与镜头之中。但最终，他还是收拾好行李，登上了那趟飞往中国的航班。很多人都在猜测，是不是因为新的工作安排？是不是因为接下来有重要的拍摄任务？这些当然都有可能。毕竟赵今麦一直都是一个对事业极其认真的演员。从童星一路走到今天，他几乎没有依靠过任何绯闻和炒作。观众喜欢他，不是因为他制造了多少话题，而是因为他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走到了今天。可是人终究不仅仅只有事业，再理性的人心里也会有柔软的地方。所以当网友们把目光再次投向宋威龙时，关于2人的讨论又一次悄悄升温。有人说，如果真的只是普通合作伙伴，为什么每一次关于他们的消息都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关注？也有人说，也许大家只是太希望看到一段美好的故事，于是把所有巧合都赋予了特别的意义。事实上，在娱乐圈里，真相往往没有想象中那么戏剧化。真正的感情从来不会写在热搜上，它可能只是某一次深夜收工后的问候，可能是忙碌行程中的一句关心，也可能是在所有人都看不到的地方，一个人默默记得另一个人的喜好与习惯。那些最珍贵的情感，往往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细水长流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关于赵今麦和宋威龙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，或许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。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片段，一些巧合，一些让人忍不住产生联想的瞬间。但恰恰是这些没有答案的留白，才让故事变得更加吸引人。因为每个人都愿意相信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，依然有人会因为牵挂而奔赴，会因为在意而归来。也许赵今麦回国真的只是因为工作，也许在他的行程表上早已排满了新的剧组、新的角色和新的挑战。但也许在那些公开行程之外，在那些镜头照不到的地方，还有某个特别的人，成为了他想要回来的理由之一。当然，这一切都只是猜测。我们不应该替任何人定义感情，更不应该用想象代替事实。可是，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件事，并不是因为大家执着于一个所谓的答案，而是因为大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对美好关系的期待。期待有人值得等待，期待有人值得奔赴，期待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，始终能有一个人，让你无论走得多远，都愿意回到原点。至于宋威龙，那个或许正在某个剧组忙碌拍戏，或许根本不知道外界有这么多讨论的男人，我们不妨把时间交给时间。如果有一天答案真的出现，他自然会来到所有人面前。而如果没有，也没有关系。因为有些故事最动人的地方，从来不是结局，而是那些让人心动的过程。赵今麦选择了回来，没有留在巴黎，没有停留在掌声之中，而是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土地。无论原因是什么，
这个选择本身已经